期的观点容易让你一成不变，肤浅固有的偏见迷惑你，有新的主见浮现。忽然间发现，我们离最初的誓言渐行渐远。你是否还记得那个青涩的追风少年？有多少勇气推迟在那改变的瞬间？有多少双眼期待下个奇迹再次出现？时间为你转身，因为你肯冒险，注定这不平凡的一切伴你坚强一路向前。一切交给时间，你会精彩呈现。勇敢和执着，许下心愿不灭不变。我女朋友呢？小姑娘一个人来的，你女朋友没来啊？啊？哎，告诉你啊，你爸妈让我把关，看看你的女朋友怎么样。哎，不对呀，他说好陪他朋友来的呀。要不在外面坐着呢吧？外面没人啊，他是不是上厕所去了？要不再去看看吧。医生，我说这样。珊珊，珊珊，你不是叫程砚秋吗？她就是那个女病人啊。是你来做检查呀？高原，你听我解释。搞了半天是你怀孕了，你干嘛要骗我？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夏珊珊，你怎么是这种女人啊？太可恶了！高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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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高原，孩子到底是谁的？是不是那天那个老男人的？说呀！对不起。老齐，珊珊，珊珊，你怎么了？啊？跟我说什么事？怎么哭了？啊？老齐，宝宝不好了。啊！别哭，别哭，没事的，没事。
珊珊，来，这是姜茶，不带糖，喝一口吧。我托我朋友，又联系了另外一个医院，等有消息，我带你去复查。那如果复查出来，宝宝还是不好呢？有什么事情，我一定会跟你一起面对的。珊珊，别想那么多了，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这些事情都让你一个人承担，压力真的很大。是我不好，是我之前太脆弱，太懦弱了，我没有照顾好宝宝。不，你已经很坚强了。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去面对。像今天这个事情，就让我们学到，逃避跟软弱是没有用的。为了我们，为了未来的孩子，我们不需要活在谎言的外衣下，更不需要去看别人的脸色。我也会告诉宝宝，我是一个坚强的妈妈，也会有一个非常爱他的爸爸。真有脸回来。高原，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别了，我怕恶心到自己。难道我们现在心平气和的说几句话都不可以了吗？我现在根本就不想和你这种女人说半句话。好，高原，是你逼我的。那难听的话，我就当着大家伙儿的面全说了。没错，我是怀孕了。那天你看到那个老男人就是我孩子他爹，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把这个孩子赖在你身上。哦，是吧？这不我还错怪你了是吧？我谢谢你了，你圣母玛利亚呀，道德楷模。这次让你受委屈了啊！哎呀。高原，你知道吗？无论我有多差，你都配不上我。是，我夏珊珊不是什么好女人，但你也不是什么好男人。哦，你以为我要把孩子赖在你身上？别闹了，你这种货色，连喜当爹的资格都没有。都解决了吗？我们去哪里？到了就知道了。到了，小心。来，看着，你这里是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的新家。我们的？走，进去吧。老齐，谢谢你啊！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只希望你以后别再跟我闹别扭了。就算不是为了你自己，也要为了孩子。对了，另外就是关于我们结婚的事情，这件事情我很难说出口，但是到了这个地步，我必须把话给说清楚。你说吧。我坚妻能接受这个孩子，但是接受不了我娶你。你答应了，对吧？珊珊，我现在的事业还需要他们家的帮忙，再容我几个月，到时候一定能解决。别说了，老席，我接受。真的。以前的那个夏珊珊，她已经死了，太爱憎分明，太幼稚。现在在你面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人，她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为了孩子，什么都可以接受。This is the way it has to be. This idiot actually went to you for help. He still hasn't figured out that you work for me. Looks like it's time for me to teach him a valuable lesson. 干嘛？进去逛逛？女人一进家居店可就出不来了。那没事儿，大不了我陪你住里头。这么贵啊！破瓶子400多。您看这个好看吗？什么东西啊？这黄的。放在你家好不好？你快别恶心我了，土不土？你是不是最近眼睛有问题？不好看吗？唉，等我买了房子以后，装修的事都交给你。你知道装修有多累吗？装修是累，但是你知道吗？做我老婆的话可能更累。你知道吗？以前我爸我妈还在的时候，他们就喜欢逛这样的家居店。我妈就喜欢看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然后在家里面乱放，还不收拾。我爸呢就会数落他，然后他们俩就开始斗嘴。斗嘴？怎么斗？博学，你看这套餐具多漂亮，我们买一套吧。这个颜色太艳了吧，可能会签超标。这盘子跟碗啊，还是白色的好。没情趣。哎，你看这个就不错，白白净净的，就跟你一样。又胡说，别让孩子听见了。爸爸妈妈，你们说什么？怕我听见呢？没什么，没什么。微微啊，妈妈呢要买彩色的盘子，爸爸要买白色的盘子。你来当个判官，看看你呀支持谁？我也喜欢彩色的盘子，我支持妈妈。2比1，我们赢了。女人呢？好，好，听你们的啊！爸爸，啥？为什么老妈做什么都是对，做什么你都说好？因为她是我老婆呀。你想想啊，她嫁给我，我当然要对她好。薇薇啊，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妈当年没有跟我回来，她留在美国的话，发展会更好。她为我放弃了这么多，我当然要顺着她。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就懂了。要是我长大以后也遇到爸爸这样的人，我肯定也嫁给他。你肯定会碰到那个疼你爱你的人，一定会很幸福的。这个摆在这儿好吗？你摆的还能再丑点吗？丑吗？这个呢，放在这儿。真不是我嫌弃你，你这摆的也真是，觉得真是太丑了，丑到已经难看吗？当然难，好看。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摆设。还可以吧。
你叔叔电话。我的大侄子，别来无恙啊！别跟我说那么多没用的废话，股权转让书我是绝对不会签的，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你看你，我们叔侄好久不见了，你干嘛跟叔叔说话那么凶巴巴的呀？你看，我身边这位是谁？你要干什么呀？小飞啊，你别激动，我只是来看望一下我的嫂子。不过小飞你也明白，最近谢氏的股票跌得很，全球的经济也不好，所以有些药必须停了。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动我妈一下，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我刚才说过了，有些药必须停了。小飞，你看看，我是拔这根呢，还是拔这根？小飞，你来选好吗？住手！你别动我妈，我再告诉你一遍。住手！你要是不选的话，那我就把电源给拔了，一了百了。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一定会！你给我等着。看来你并非不关心你母亲的死活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的配合我呢？你是在等待翻身的机会，对吗？别做梦了！我告诉你，要想救你的母亲，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痛快的签掉股权转让书。答应我，好好的考虑一下好吗？叔叔等着你的好消息。再见。转让书。啊！你干什么？转让书呢？你干什么？你别！小飞，你干什么？你别！你不能去！不行！为什么不行？她是我妈，你让我眼睁睁的看着我妈死了，她变成现在这样，我也有责任，你知道吗？你现在签了这个，你就永远没办法翻身了。不翻了，我不翻了，我认输行吗？我妈只要好，我什么都不在乎，我什么都不要，无所谓。你听我说，我们现在把这个签了，就正合了他们的心意了。你妈妈现在是她能捏住你的唯一筹码，而且你觉得你签了就没事儿了吗？你要把这个签了，你就跟谢氏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她想怎么对付你都可以。那你告诉我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你听我说，谢天成上台以后，他的舆论非常不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舆论，我们利用这个舆论先发制人。到时候你发一个声明，你就说，以后你妈妈的治疗费再也不用谢氏的钱了。媒体就会关注到，觉得是不是你们母子在受他们的迫害。到时候谢天成就会被人盯上，他就会处于被动，他就不敢动你们了，行不行？你说的是个办法，但是你知道治疗要花多少钱吗？我跟我爸的卡都已经被封了，你让我拿什么去支付这些钱？我有钱。医疗费很贵，你现在有的钱几个月可能就没了。我知道医疗费很贵，我有办法，我可以把房卖了。不行，绝对不行，那是你爸妈留给你的遗产，怎么能卖呢？你听我说，房子卖了还可以再买回来。如果那个谢天成对你妈妈怎么样了，到时候怎么办？我说了，我绝对不会让你卖房的。
可以的。不行。地，我还有块地。你别！我要打电话给罗宾。你不能！不用你管，我不会让你卖房子，你听见没有？绝对不会。我卖房怎么了？那块地不能卖。那块地是你实现梦想最后的机会，你为那块地付出了多少心血啊！而且，你知道卖一块地有多难吗？来来回回要花费很多时间，万一他对你妈妈怎么样了，到时候……你相信我，都会解决的。让我把房子卖了，行吗？对不起。没事，房子卖了，我们以后再把它买回来就是了，好吗？我发誓。卖房？那我们住哪儿啊？要不然你们住回以前的那个地方。小飞，你够可以的，你自己家弄破产了，你现在又让我姐卖房，你想干什么呀你？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还是把股份卖给谢天成吧，至少那些钱，我们这辈子都可以吃穿不愁。哟，口气都大了呀，这辈子吃穿不愁。你那点破股票值多少个钱啊？敢吹这个牛？折价卖给谢天成，3个亿吧。多少？3个亿，我是说美金。3亿美金。姐，卖，房子一定要买，这生意合算啊。喂，我姐卖了房子，你可要对她好。用余生来报答他。你姐就是我的女人，还谈什么报答呀？姐，有她这句话就够了。你卖房呢，不是为了谢小飞，是为了保护自己那3亿美金的股票。卖，我双手双脚赞成。行了行了，你现在这样跟你妈妈太像了。那能一样吗？我妈那是1块钱能掰成2半花，我这一上来就是3亿美金的大买卖。格局不一样。我今天叫你来是想跟你说2件事儿，一个是卖房子的事儿，还有我其实不知道怎么跟叔叔婶婶交代。交代什么呀？3亿当前，先斩后奏，不太好吧？是不好，但你有更好的办法吗？你一旦让我妈知道了你要卖房，她到时候把房产证给你藏起来，有你折腾的。那倒是他会做出来的事儿。过来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做。妈，快跟我走。这是干嘛？哎呀，走啦。女儿，这是干什么呀？妈，我干了点小活赚2千块，我请你们好好腐败腐败。你的小心妈里呢，觉得这钱吧，你还是存着吧啊，咱们不去了。哎呀，妈，你老想存钱，钱这东西不去不来的，老想存钱发不了大财啊。哎，今天周3你怎么不上课啊？没课。好，给我拿2个全日套餐。你好，请从这边坐电梯到3楼。好的，走吧。行，走吧。周3怎么会没课呢？黄小姐，您这房子结构真不错，能带我其他地方都看看吗？好，您跟我来。哎。
曹小姐，我在网上一看到你这套房子，就很喜欢。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你开价，我不还价。那谢谢您。那这样，我们找个时间把合同签一签。好。啊，不好意思，我想看一下洗手间。童薇，看的怎么样了？搞定。哎呀，怎么了？怎么了？激动啥呀？妈，你怎么还哭了呢？现在啊，我想到我能享我女儿的福，我就幸福感爆棚。有一天，我们家甜甜毕业了，成了著名的设计师，走到哪儿哪都风光。我觉得我这日子越过越有盼头，这一辈子也就值了。哎，妈，你要不要吃水果？我给你拿点水果吧。哎，好，谢谢宝贝啊。喂，您好，请问是童甜甜的家长吗？是啊，我是童甜甜爸爸。您好，我是童甜甜的辅导员。是这样的，童甜甜本学期旷课太多，眼看着学校就要给处分了。今天本来想约她谈一下这个问题，但是她又旷课，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来联系家长了。谢谢老师，我马上让童甜甜回学校上课。再见。好，再见。博文，怎么了？果然在撒谎。那两技师呢？怎么走了？咋不按了呢？妈妈，来吃水果。怎么了？这是？你今天到底有没有课？没有啊。爸爸，我想起来了，有一节大课无关紧要的，我让同学帮我点名了。那种课我啥也学不到。还在撒谎！你老师电话都打到我这里来了。博文，消消气，什么事儿问清楚。甜甜，我问你，你们学校的辅导员打电话来说你旷课太多，要处分了，你到底怎么回事啊？赶紧去学校。我跟你爸呢，该享受都享受了，我们也回去了。哎呀妈，那老师老吓唬我，吓唬你们呢。你不用管他们，不用管他们。你们这水果也不吃，这一个人好几百呢，多不划算呀。你的心意我们领了，学习要紧，你赶快回学校，我们呢就回家啊。哎，愣是干什么呀？还回家做饭呢？走。哎，爸妈，你等会儿啊。爸妈，现在回去太早了，我们再玩会儿好不好？我们不用你管，你赶紧回学校上课去啊！哎呀妈，我肚子饿，我们在外面吃饭吧，我请客，好不好？行，妈回家给你做饭，吃完饭回学校。哎呀，妈，我现在就要吃，我现在特别饿，我们在饭店吃好不好？饭店吃，家里有现成，干嘛那么浪费啊？走吧。哎呀妈，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我就要在外面吃，我就想孝敬你们，你们一直要回家。甜甜，你好像有点反常啊。哎呀，没有。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呢？看着我，肯定有，你说不说？没有。哎呀！
童小姐，我们电话再联系，把这个房子合同签一下。我先走了。哎，你是？哦，我是来看房子的。你来看我们家房子？这是你家？不是我家，是你家。不，童小姐，你这房子名下有几个户口？只有我一个人，很快就可以迁走。那就好。为什么要问户口啊？不是你们家要卖房子吗？什么？你们家庭都没有协商过？谁说我们家要卖房子啊？我们从来没说过要卖房子。不，童小姐，这什么情况？这房子的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我说卖就可以卖。那就好。哎，薇薇，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进来说。婶婶，这个房子的房产证在你那儿是吧？啊，你问这个干什么？我想把这个房子卖了。为什么？我不同意，童薇啊，你不可以自作主张。这件事非同小可，你跟我跟你叔叔商都不商量就把它卖了，那怎么可以呢？伯文，你说句话呀！薇薇，你是不是最近遇到什么困难，手头紧啊？这件事情呢，一句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承诺你们，到时候房子卖了，我会给你们一些补贴，你们再去买或者再去租都可以。但是这栋房子我是一定要卖的。不，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大事了？叔叔这里有工厂赔给我的钱，你先拿去用好了。伯文，你说什么？你脑子坏掉了？这些钱怎么可以拿出来？这是你的棺材本。童薇啊，你要卖房子，总得说出个理由吧？你不能这样随随便便把我跟你叔叔真正赶出去啊！妈呀，是谢小飞了。果然是这个男的，早就被我猜到了。童薇啊，这件事我说了啊，我跟你叔叔坚决不同意。没关系，反正这栋房子我是一定要卖的。哎，童薇，妈，我跟你说，卖房子这事儿绝对划算，你相信我。你给我闭嘴！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哈！妈妈把你养成那么大，你居然帮着外人欺骗我跟你爸爸！谁是外人了？童薇她是我堂姐呀！滚！博文啊，这件事你一定得管啊！你怎么忍心的看着那童薇把你大哥的财产给败了呢？你大哥在九泉之下能瞑目吗？啊！薇薇，我是叔叔，我能进来吗？薇薇，薇薇，这房产呢是你的，你要卖，我拦不住。但我是你的长辈，我要搞清楚，你为什么要卖房？叔叔，这里面的事情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这么跟您说吧，小飞的妈妈常年呈现植物人的状态，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她的家里不愿意再资助她妈妈医疗费了，所以他就问你要钱，没道理呀。叔叔，这个事情很复杂，不是像您想象的那么简单，请您相信我，这个房子我虽然卖了，但不会让您和婶婶没地方住的。薇薇，如果你缺钱卖房，叔叔二话不说立刻搬走。但你为了那个男人，我不能答应。这是你爸妈留下的房子，怎么能为了外人就把它卖掉呢？我后悔当初
没有强行阻止你们在一起。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我不能坐视不管了。薇薇，如果你执意要卖，那从此以后别再认我这个叔叔。叔叔，杨总再见。杨总再见。杨总再见。小西，晚上陪我去个地方。不了，我妈最近身体不太舒服，我回去陪陪她。我跟阿姨已经打过招呼了，她准嫁。那我们去哪儿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走，来。杨晓，小西有件事。我把我们的事情跟我父母说了。你跟他们说了？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们开心死了，他们一直想着我快点结婚。听到这个消息恨不得马上就飞过来。别啊，我们才刚开始交往没多久，那么早惊动叔叔阿姨，不太好吧？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还没有向你求婚。小西，嫁给我，做我老婆好不好？快先起来吧。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哇，好浪漫！男人羽毛老配哦。小西，嫁给我好不好？为了你，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情。让我帮你带下。袁笑，求婚这件事情，我不喜欢当着大家的面。对。我们回去再说吧。好。小西，戒指可以戴上了吗？你不觉得太快了一点吗？不快啊，我等这一刻都等了5年。杨湘，你别这样。要不这样吧，戒指我先收着，你再给我些时间好吗？好，5年我都等了，也不差这段时间。好，那我就先走了，拜拜。小西，小西，你还有什么事儿吗？你今后别总跟我说谢谢。晚安。晚安。
赵晨曦，你为什么没有勇气拒绝他？为什么？寂寞就好，轰轰烈烈，爱要趁早，给你个热情的拥抱，在最热闹的街角，强调一定天荒地老，连1分钟都不能少，不再会我只想爱我相爱的人，一起美梦成真，像被阳光追逐的清晨，不管爱会不会转身。我只想和我相爱的人体会分别孤身，只